公元前138年的一个夜晚，汉宫院墙内，一群人步履匆匆，形色异常。快点，快点！老实点，别动！没时间了，赶紧动手！他们在建章宫门前绑住一个正在巡夜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谁？为何在戒备森严的皇宫内会招来杀身之祸？什么人竟敢在皇宫内私自抓人？生死攸关之际，好友公孙敖的及时赶到相救，让年轻人幸免遇难。然而公孙敖不曾想到，眼前被他救下的这位年轻人以后竟会成为大汉王朝的一代战神。而这个年轻人也没有预见到，这场惊心动魄的经历只是他传奇人生的序幕。未来的日子里，他将用勇气和智慧书写属于自己的英雄传奇。公元前201年冬天，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已经被40万匈奴大军围困了7天7夜。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刘邦不得不与匈奴签订了屈辱的合约。自此以后，汉王朝与匈奴以长城为界。为了维持和平，汉王朝每年要向匈奴提供大量的物资金钱，还要将皇帝宗室女远嫁给单于。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匈奴人屡次背约，南下烧杀劫掠，给汉朝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解除这柄悬在头顶的利剑，汉王朝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等待国力的恢复，等待战神的降临。白登之围60余年后，公元前139年的上巳节，长安的官道上春意盎然。18岁的汉武帝刘彻却闷闷不乐。虽然身为大汉天子，刚继位1年的他，却还未能掌握帝国实权。不久前，他全力推行的建元新政，也在祖母窦太后的干预下不了了之。在坝上参加完祭礼，刘彻途经姐姐平阳公主的府邸暂歇。酒宴上，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刘彻的目光落在一位玉貌花容的歌女身上。此女何人？平阳卫子夫。宴会还未结束，刘彻就带着卫子夫同乘车辇离开平阳侯府。随着皇帝的欲念渐行渐远，平阳侯府中一个骑奴少年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这个少年就是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弟卫青。此时他是一个出身寒微的私生子，平阳府中骑马随从的奴仆。虽身为奴仆，但卫青
并没有就此沉沦，他苦练骑术，精研武艺，很快展示出了过人的才能。公元前138年，入宫1年的卫子夫怀上了刘彻的第一个孩子。为了表示对卫子夫的恩宠，刘彻将他的兄弟卫青也召进宫里。命运总是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年轻的卫青被安排在了刚设立不久的西门军中。性情和顺、弓马娴熟的卫青很快融入了这个全新的环境，也交到了第一个朋友——骑郎公孙敖。然而，攻城深似海，卫青虽一直低调谨慎，却还是惹上了杀身之祸。皇后陈阿娇与母亲馆陶大长公主，他们因为记恨卫子夫独得恩宠，欲秘密处死卫青，来震慑卫子夫。生死关头，好友公孙敖及时赶到，卫青才幸免于难。汉武帝对此暴怒不已，决定提拔卫青，册封他为建章监嘉事忠贤。不久后，又册封卫子夫为夫人，一并加升卫青为太中大夫。因为骑术出众，还被安排在上林苑中秘密训练骑兵。从此，年轻的卫青因祸得福，跃进了帝国权力的核心。与此同时，26岁的张骞肩负联合大肉支共同抗击匈奴的使命，离开长安，踏上了长达13载塞外旅程。在汉武帝刘彻的心中，最大的忧患就是来自长城北部的强敌匈奴。汉初之际，国家疲弊，百废待兴，这尤其体现在马政上。汉军马匹奇缺，皇帝的御辇都凑不齐4匹相同毛色的马，部分将相甚至只能坐牛车出行。在这种情况下，汉军的战斗力受到极大限制，作战主要依靠步兵，无法与擅长骑射的匈奴抗衡。经过了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已然恢复，朝廷在册的马匹数量达45万，经世钱财多得难以计数，粮食堆积得充足无比。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聚集起了强大的能量。公元前129年4月，君臣单于再起铁骑数万，进犯上部。为了打破所有人心中白登之围失败的阴影，汉王朝急需一场战争的胜利，来重振士气，巩固边防。欲治兵者，必先选将。经过数年的观察，刘彻心中有了几个人选，他们分别是身经百战的飞将军李广，将门之后的公孙贺，北地良家子出身的公孙敖，以及他的中朝亲信卫青。外戚卫青，中朝幸臣而已，怎能担此大任？
面对质疑，卫青选择沉默，因为他知道，想要改变这些人的看法，唯有创造一场胜利。公元前129年4月下旬，骁骑将军李广自雁门出塞，轻车将军公孙贺自云中出塞，骑将军公孙敖自代郡出塞，车骑将军卫青自上谷出塞。他们各领1万骑兵北上。这次的军事行动既是对匈奴的主动出击，也是对汉军统帅候选人的考察。然而现实中的难题比预想来得更快。大漠孤烟，疾风呼啸，卫青军队辗转数天，竟寻不得半点匈奴的踪迹。面对一望无际的沙漠，卫青一度陷入了迷茫。向北前进，粮草不济，生死难料；向南回撤，则空耗民财，无功而返。人生就是在一次次的抉择中被改变的。这一次，卫青选择了继续向北。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为了摸清匈奴的位置，卫青命斥候沿途侦察前进，并以当地牧民为向导。经过数日的探索，汉军冒着风沙与烈日，直抵匈奴人祭天的圣地龙城。因为君臣单于南下掠夺，此时的龙城兵力空虚。在荡平龙城的呐喊声中，汉军斩首700骑，全军凯旋而归。卫青此战直捣龙城，是汉初以来在匈奴本土对战的首次胜利。因为龙城大捷，从此汉匈之间攻守之势异也。汉武帝派出的4路人马中，李广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公孙敖战损7000，悻悻而归；公孙贺未能御敌，无功而返。而只有离庭扫穴的卫青，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所有人，他卫青并不是一个只有靠裙带关系才能挤进大汉权力中心的无能之辈。车骑将军卫青，字关内侯，食邑200户。龙城的失守让匈奴人失去了理智。公元前128年秋，再次南下袭扰。临危受命的卫青率3万汉军直出雁门，挺进匈奴腹地，斩敌数千，迅速完成了这一次反击之战。龙城与雁门的连续胜利，并没有让卫青变得居功自傲。他从这2场战役中总结经验，夜以继日地改进装备，提炼战术。这是一把汉代的环手刀，刀身挺直纤长，单面开刃。尽管刀身超过了1米，却又拥有绝佳的配重平衡。相比原本的汉剑，
这种长柄的环手刀更适合骑兵借助战马奔跑时的动能，在战场上劈砍敌人。在汉武帝和卫青的推广下，它成为了汉军骑兵最重要的马上近战武器之一。通过实战的检验和思考，卫青还对汉军的骑兵战法进行了改良。为了扬长避短，汉军骑兵不再拘泥于同匈奴人比拼骑射，借助汉朝雄厚的国力，打造了身披坚甲、手持长矛长戟以及长刃环手刀的作战队列，向匈奴人发起全速冲击。只装备了弓箭和短兵器的匈奴骑手，在近战中几乎无力与之抗衡。卫青率领汉军的连战连捷，增强了汉武帝驱逐匈奴的信心。现在，卫青将目光对准了匈奴人的战略要地——河南地。河南地地处贺兰山、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冲积平原，既适合放牧，又适合农耕。自秦末匈奴占领此地后，国力迅速壮大。若收复河南之地，助匈奴楼烦王、白羊王，近能解除渔阳兵患，远可保长安无虞。在卫青的主动请缨下，汉武帝认同了他的攻略河南之策，并为他调拨了3万精骑。为了迷惑匈奴，掩护汉军真正的作战意图，卫青命大军佯攻北部地区。得到了汉军北上的情报，君臣单于命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率领主力前来支援。然而，卫青率领汉军骑兵突然向西迂回，包抄到了匈奴军后方，切断了驻守河套平原西部的白羊部、楼烦部与匈奴本部的联系，并对其形成夹击之势。白羊王、楼烦王万万没想到，汉军会从2000里外奔袭到后方，毫无准备的他们被瞬间击溃。汉军斩杀匈奴士兵5000余，夺得牛羊数十万头。随着河南地被收复，汉武帝新据朔方郡，征调10万民众修筑朔方城，拱卫河南地。而卫青则成了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长平侯。公元前126年冬，在一系列的打击下，君臣单于郁郁而终。在他去世的那一刻，匈奴内部隐藏的矛盾终于爆发。敌人的内乱引起了卫青的注意，他认为这是发动新攻势的最佳机会。公元前124年的初春，卫青统帅3万精骑从高阙出塞，向匈奴右贤王部发起了突击。听到汉军来攻的消息，右贤王毫不在意，认为隔着数百里的戈壁，汉军不可能到达此处，便放松警惕，饮酒大醉，不知道危机已经降临。经过一夜奔袭，汉军突然出现在了右贤王帐前，将其包围。
斩杀匈奴士兵万余，俘虏匈奴小王10余人，其他贵族160多人，获得牲畜多达100万计。当卫青凯旋时，军民出塞相迎，武帝更是下诏加封卫青为大将军。当年那个女仆的私生子，成为韩信之后汉代历史上又一位大将军。与大多数将领坐镇后方指挥不同，卫青出征常身先士卒，亲自冲锋杀敌，鼓舞士气，并将汉军骑兵培养的善于长途奔袭，实现以主动出击代替被动防御。公元前123年春，为了寻机歼灭匈奴主力，大将军卫青率领10余万人马，先后2次从定襄出塞。这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合围之战，但在两军接战的关键时刻，前将军赵信阵前倒戈匈奴，后将军李广在途中迷路。虽然凭借卫青丰富的指挥经验，汉军得以斩杀近2万匈奴骑兵，但卫青精心布下的包抄战术规划，却因为这2个意外而功亏一篑。然而，距离主战场数百里外，一队800人的骑兵像疾风一般直插匈奴大后方。带队的少年仅有17岁，孤军纵深数百里，终于找到了匈奴人的大帐。据《史记》记载，此役斩首鹿2028骑，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夫行疾若后产，生补继父罗姑比。大漠的朝阳刚刚升起，一位飒飒的少年将军迈出大营。报大将军，飘摇校尉霍去病回营复命。